在中国人的餐桌上，胡萝卜几乎是一种存在感极强的蔬菜。无论是家常小炒、食堂盒饭、火锅涮菜，还是孩子们最爱的胡萝卜玉米排骨汤，它总能凭借那一抹亮眼的橙红色脱颖而出。但如果你以为胡萝卜只是颜色好看、口感脆甜的普通蔬菜，那就太小看它了。在营养学界，胡萝卜有一个响亮的称号——小人参，这绝非夸张。一根平平无奇的胡萝卜，藏着一段浓缩的营养进化史，也藏着人类用几千年时间验证的健康智慧。从古埃及人的草药配方，到现代营养学对植物化学物的深度解析，胡萝卜始终是科学家们重点关注的明星食材。但是，越是国民度高的食物，围绕它的误区和谣言就越多。你可能不知道，胡萝卜如果和某些食物一起吃，不仅营养会大打折扣，严重的还可能加重肝脏负担，甚至伤害肠胃。而绝大多数人习以为常的吃法，生啃、去皮过后、焯水太久，恰恰是让胡萝卜营养白吃了的错误操作。今天，我将用最详实的科学依据、最接地气的烹饪方法、最清晰的禁忌指南，把胡萝卜这颗小人参的营养秘密彻彻底底的8个底朝天。胡萝卜最核心的营养标签当属胡萝卜素。胡萝卜素属于类胡萝卜素家族，是自然界中最常见、转化效率最高的维生素 A。前提你吃了一根胡萝卜，肝脏和肠道里的酶就会把胡萝卜素剪切为2分子视黄醛，再转化为人体可以直接利用的维生素 A。维生素 A 对人体有多重要？答案就藏在你眼睛的感光细胞里。我们的视网膜上有2种感光细胞，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负责暗视觉，也就是我们在昏暗光线下看东西的能力。它的正常工作高度依赖一种叫做视紫红质的感光蛋白，而视紫红质的合成必须以维生素 A 为原料。当人体缺乏维生素 A， 视紫红质的再生速度就会变慢，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夜盲症。天一黑，眼前就跟蒙了一层雾，看什么都模模糊糊，开车走夜路都变得极其危险。全球范围来看，维生素 A 缺乏依然是发展中国家最严峻的营养问题之一。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约有 2.5 亿学龄前儿童存在维生素 A 缺乏问题，每年有大量儿童因缺乏维生素 A 而患上可预防的失明。在饮食中适量增加富含胡萝卜素的食物，尤其是胡萝卜，被公认为预防这类问题成本最低、收益最高的方法之一。但胡萝卜素的能耐远不止护眼这么简单。现代细胞生物学研究揭示，维生素 A 对皮肤和黏膜组织的维护同样至关重要。我们的皮肤、呼吸道内壁、消化道内壁都覆盖着一层上皮组织，这些组织是身体抵御病原微生物的第一道物理屏障。维生素 A 参与调控上皮细胞的正常分化和修复，没有了充足的维生素 A， 这道防护墙就会变得脆弱、干燥，容易破损。这就是为什么缺乏维生素 A 的人往往更容易反复感冒，皮肤粗糙脱屑，呼吸道感染频发。不是说维生素 A 直接杀灭病毒，而是它让你的防线盾牌变得更坚固了。一根中等大小的胡萝卜约100克，能提供约8285微克的胡萝卜素，这大约相当于人体每日维生素 A 需求量的170%，以视黄醇活性当量计算。换句话说，你每天只要吃半根到1根胡萝卜，在维生素 A 这个维度上基本就已经达标了。胡萝卜还有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亮点，膳食纤维。每100克胡萝卜中约含 2.8 克膳食纤维。虽然这个数值看起来不算爆炸高，但它的纤维构成非常有讲究，约有一半是可溶性膳食纤维，主要是果胶，另一半是不可溶性膳食纤维，纤维素和半纤维素。可溶性膳食纤维进入肠道后会形成凝胶状物质，能延缓糖分和脂肪的吸收速度。对于需要控制血糖的人群来说，吃饭时搭配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的蔬菜，可以有效降低餐后血糖的飙升峰值。而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则像天然的肠道刷子，它能增加粪便体积，软化粪便，刺激肠道蠕动。便秘的人如果每天能吃够膳食纤维，
排便的顺畅度会有肉眼可见的改善。更值得关注的是，膳食纤维是肠道菌群的食物，人体肠道内驻扎着数以万亿计的微生物，它们被称为肠道菌群。这些微生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远超想象，它们参与营养物质的代谢和吸收，合成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K， 调节免疫系统的应答，甚至可以通过肠脑轴影响你的情绪和认知功能。而膳食纤维就是这些肠道微生物最喜欢的食物。当你吃进去膳食纤维后，肠道的益生菌，尤其是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会利用纤维进行发酵，产生短链脂肪酸，主要是乙酸、丙酸和丁酸。短链脂肪酸不仅是肠道上皮细胞的主要能量来源，还能降低肠道炎症水平，改善肠道屏障功能，帮助维持肠道微生态的平衡。现代人饮食精细，膳食纤维普遍摄入不足，中国居民膳食纤维平均摄入量仅为推荐量的 50% 左右，这也是为什么便秘、肠道敏感、肠易激综合征等问题越来越年轻化的根源之一。从这个角度看，每天吃一根胡萝卜，等于是在给你的肠道菌群投喂一顿丰盛的早餐。而这些小微生物吃饱喝足之后，会用它们的代谢产物来回报你的免疫系统和代谢系统。在胡萝卜的营养成分表上，钾的存在感不算最高，但绝不能忽略。每100克胡萝卜中约含320毫克钾，钾和钠是一对相爱相杀的搭档。现代人的饮食习惯普遍是高钠低钾，外卖、火锅、泡面、酱料里钠含量严重超标，而蔬菜水果摄入不足又导致钾摄入不够。这个失衡是高血压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钾的生理功能之一是帮助血管平滑肌放松，扩张血管，降低外周阻力。同时，钾还能促进肾脏排出过多的钠，维持体内的钠钾平衡。大量流行病学研究证实，增加膳食钾摄入量与血压的降低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美国心脏协会也明确建议，高血压患者应该优先通过食物而非补充剂增加钾的摄入。而胡萝卜正是经济实惠的补钾蔬菜之一。很多人不了解的是，胡萝卜里还含有一定量的木质素。木质素是一种多酚类化合物，广泛存在于植物细胞的细胞壁中。在实验室研究中，木质素展现出了一定的抗氧化能力和免疫调节潜力，它能够帮助身体清除多余的自由基。这些自由基是细胞代谢过程中产生的不稳定分子，过量积累会导致氧化应激，损伤 DNA、蛋白质和细胞膜，加速细胞老化过程。当然，需要强调的是，木质素对人体的确切效应仍在研究阶段。目前的证据主要来自体外和动物实验，还不足以做出胡萝卜能抗衰老的确切结论。但它作为一个营养补充维度，无疑为胡萝卜的营养价值再加了一分。如果把胡萝卜的所有营养成分综合起来看，你会发现，一根看似普通的根茎蔬菜，其实覆盖了从眼睛保护、皮肤维护、肠道健康到心血管调节的多条健康路径。营养学界普遍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300至500克蔬菜，其中深色蔬菜应占1半以上。胡萝卜作为胡萝卜素最优秀的食物来源之一，完全担得起这个角色。聊完了胡萝卜的好处，我们必须转向一个更现实也更容易被忽略的问题：胡萝卜怎么搭配才算对？不夸张地说，有些人吃了一辈子胡萝卜，却一直在暗坑里打转。以下几个搭配禁忌，请你一定看完，因为它们可能是你一直在犯的错误。很多家庭炖汤的时候，喜欢把胡萝卜和白萝卜一起放进锅里，颜色红白相间，看起来挺好看。还有不少人觉得萝卜炖萝卜营养翻倍，这其实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误区。为什么会冲突？白萝卜是维生素 C 含量很高的蔬菜，每100克白萝卜约含21毫克维生素 C。这个水平虽然比不上猕猴桃和柑橘，但在根茎类蔬菜中已经相当能打。胡萝卜里则含有一种叫做抗坏血酸酶的物质，这个酶的特性非常特别，它专门针对维生素 C， 也就是抗坏血酸进行氧化分解。当胡萝卜和白萝卜被一起切碎、加热或长时间同煮时，胡萝卜中的抗坏血酸酶就会盯上白萝卜中的维生素 C， 把它们大量分解掉。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白萝卜攒了一堆维生素 C 弹药，胡萝卜刚好带了一个分解酶的炸弹，
两样东西凑在一起，炸弹一引爆，弹药全废了。没有中和之法吗？有。如果你真的很想把两种萝卜放在一起做菜，可以尝试以下缓解措施：加醋，酸性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抗坏血酸酶的活性。炒菜或凉拌时加一点醋或柠檬汁，可以减少维生素 C 的损失。缩短同煮时间，避免长时间高温炖煮。切大块，缩短烹饪时间，可以减少酶与维生素 C 接触的机会。分开吃，最简单的方案是，想在白萝卜上获得维生素 C， 就别让它和胡萝卜同时出现在一顿饭的同一道菜里。你可以午餐吃凉拌白萝卜丝，晚餐吃炒胡萝卜丝，互不干扰，各取所需。如果说上面那条主要是营养浪费，那这一条就是真伤肝警告。为什么危险？胡萝卜中的胡萝卜素本身是对肝脏友好的营养物质，它需要肝脏参与代谢和转化。但当它和酒精同时进入人体时，情况就变了。酒精，也就是乙醇，进入人体后，主要在肝脏中通过乙醇脱氢酶和乙醛脱氢酶两条路径进行代谢。代谢过程中会产生一种中间产物乙醛。乙醛是一种高活性物质，对肝细胞有直接的毒性作用。问题在于，当胡萝卜素和酒精同时存在时，两者在肝脏代谢过程中会互相干扰。有研究提示，大量摄入胡萝卜素的同时饮酒，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肝脏毒性协同效应，加重肝细胞的氧化损伤和脂肪堆积。虽然这个结论在人体中需要更多证据来确认，但基于已有的动物实验和流行病学观察，营养学界普遍建议应避免在大量饮酒的同时摄入高剂量的胡萝卜素补充剂或大量胡萝卜汁。这里要特别强调一组文化习惯冲突：胡萝卜炖牛肉搭配白酒，这是很多北方家庭冬季的标配。建议把饮酒和吃胡萝卜的时间适当错开，至少不要在同一顿餐中同时高剂量上马。胡萝卜汁搭配鸡尾酒，有些酒吧会推出胡萝卜风味的调酒，看上去很健康，但胡萝卜素和酒精的混合可能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应酬场合，如果你今晚要参加饭局，要喝酒，晚餐里那盘胡萝卜炒肉丝，建议少吃几口。一句话总结：应酬多、经常喝酒的人不必彻底不吃胡萝卜，但要避免一边大口喝酒一边大口啃胡萝卜的场景重复发生，这是健康认知陷阱里最典型的一个。很多减肥的女性朋友喜欢生啃胡萝卜当零食或代餐，她们的想法很朴素：胡萝卜热量低，有嚼劲，能代替饼干薯片，而且生的才最天然最有营养。3条理由，条条踩坑。第一条，营养吸收率极低。胡萝卜素是脂溶性物质。什么叫脂溶性？就是它只能溶解在油脂中，才能穿过小肠上皮细胞的亲水屏障进入血液。打个比方，胡萝卜素就像一位贵宾，油脂是你的迎接车辆，生吃胡萝卜等于你把贵宾请到了门口，但没有车来接，他只能站在门口干等，最后悻悻地原路返回。研究数据显示，生吃胡萝卜时，胡萝卜素的吸收率可能只有 3% 到 5% 左右，而经过油炒或者炖煮，这个吸收率可以提升到 40% 以上，甚至更高。你生啃一大盘胡萝卜的效果，可能还不如油炒后吃一小碗。第二条，生胡萝卜较硬的细胞壁影响营养释放。植物细胞有一层纤维素组成的细胞壁，生吃的时候，咀嚼力很难把细胞壁彻底破坏。大量胡萝卜素还锁在细胞内部，根本没有释放出来，而加热和油脂的共同作用能软化细胞壁，把营养物质释放解放。第三条，大量生啃胡萝卜还有健康隐患。胡萝卜中含有天然的糖分和粗纤维，大量生吃，比如一口气吃3-4根，可能会引起腹胀、腹痛、肠胃不适。此外，胡萝卜中含有少量的 ILA 及南香豆素类化合物，对少数敏感人群可能引起轻微的胃肠刺激反应。长期顿生吃胡萝卜当主食，还可能导致皮肤暂时性发黄，因为胡萝卜素摄入过量后会在皮下沉积，这种情况叫胡萝卜素血症。虽然无害，停食后可恢复，但会让你的手掌和面部看起来像染了黄色。正确吃法是什么？凉拌时一定要淋上一点香油、橄榄油或者亚麻籽油，有油才有吸收。日常食用
优先选择用油炒、炖肉或者蒸熟后加坚果。芝麻酱减肥餐里可以切成细丝，用少量油快速翻炒后搭配其他蔬菜吃，热量可控，营养不浪费。吃胡萝卜这件事儿，方法和技巧比食材本身更重要。同样的胡萝卜，用不同的方式处理，身体能拿到的营养相差可能高达10倍。以下5个秘诀，值得你记在手机备忘录里。前面已经反复强调，胡萝卜素是脂溶性的，这句话是胡萝卜所有烹饪方法的总纲。什么是用油？不一定要用大量的油，关键是每餐膳食中必须存在油脂。烧菜时用正规的食用油清炒，或者与五花肉、排骨、羊肉一起炖煮，是最常见的解决方案。凉拌时，1小勺约5毫升的香油或橄榄油就足够了。蒸胡萝卜时，可以在出锅后淋上一点蒜末、生抽和香油调成的酱汁。不是说要油越多越好，而是说必须有油，少油也有效。胡萝卜素被包裹在植物细胞的内部，细胞壁是一道天然的围墙，只有把墙拆了，里面的宝贝才能出来。切丝比切块好，胡萝卜丝的细胞壁破坏率高，烹饪时受热均匀，营养更容易融入油脂或汤汁中。切丁比整根好。做炖菜时，胡萝卜切成小丁，既缩短了烹饪时间，也让更多的胡萝卜素释放出来。打成泥最适合宝宝和老人。如果你家里有咀嚼能力差的孩子或老人，可以把胡萝卜蒸熟后打成泥，再与鸡蛋、面粉混合做成胡萝卜饼。这样做出来的食物不仅口感细腻，而且营养吸收率最高。胡萝卜皮下面紧挨着的皮下组织层是营养成分非常密集的位置。很多人在厨房里第一件事就是把胡萝卜从头到尾削得干干净净。如果你削掉的是厚厚一层，那流失的可能不仅是口感，还有大量胡萝卜素和纤维素。实操建议，超市买回来的胡萝卜用流水冲洗干净，再用刷子轻轻刷洗表皮即可。如果胡萝卜已经比较老了，表皮粗糙有裂纹，可以轻轻刮掉薄薄一层，只去皮，不带肉。如果是新鲜嫩胡萝卜，建议连皮直接食用，只要在高温下充分煮熟，不必担心卫生问题。胡萝卜素有一个令人欣慰的特性，它相对耐热，和那些一见高温就被破坏的维生素 C 不同。胡萝卜素在正常烹饪温度下性状稳定，不易被破坏。这一点也是为什么胡萝卜可以放心炖煮焖烧的原因。但相对耐热不等于完全不怕热。长时间的高温烹煮，比如在汤里炖煮1-2个小时，虽然胡萝卜素损失不大，但其他水溶性的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会大量融入汤汁中。如果汤也被喝掉了，那倒问题不大。但如果只捞菜吃，倒掉汤，营养就白白流失了。火候参考清炒，大火快炒3至5分钟，保持脆嫩口感，营养保留最完整。炖煮胡萝卜块不要切太大，建议带皮切小滚刀块或小丁，炖20至30分钟即可软烂。蒸，整根蒸或切厚片蒸，15至20分钟，适合宝宝辅食和老人餐。胡萝卜和肉类是绝配，原因有2：第一，肉类提供了胡萝卜素吸收所必需的油脂环境，五花肉、排骨、牛腩都有足够的脂肪，在炖煮过程中，胡萝卜素会从细胞中释放出来，并溶解在汤汁的油脂中，大大提升吸收率。第二，肉类富含蛋白质和铁、锌等矿物质，胡萝卜则提供胡萝卜素和膳食纤维，两者在营养维度上形成良性互补。比如经典的胡萝卜焖牛肉，胡萝卜的甜味中和了牛肉的腥味，牛肉的油脂又帮助胡萝卜素的释放。这道菜之所以能流传几百年，是有科学道理的。理论知识讲完了，但学过烹饪的朋友都知道怎么吃和能做出好吃的，中间还差着好一段距离。以下2个食谱，我不仅把步骤写清楚，还会把为什么这么做背后的营养原理也讲明白。这样做出来的菜既好吃又不会白吃。这道菜在所有家常胡萝卜菜肴中排名第1，原因很直接，做法简单，味道讨喜，营养吸收率极高。食材准备：胡萝卜1根，约150至200克；猪瘦肉、里脊肉
或腿肉150克，蒜瓣2至3瓣，切片，食用油2汤匙，生抽1汤匙，老抽半汤匙，盐、白胡椒粉、料酒适量，玉米淀粉半汤匙，用于腌制肉丝。营养学原理：肉丝提供了脂肪，即使瘦肉也含有少量脂肪和蛋白质。胡萝卜丝经过油炒后释放出胡萝卜素，并溶解在油脂中。肉丝表面的蛋白质帮助稳定乳化的脂质颗粒，进一步促进胡萝卜素的吸收。详细步骤：第一步，准备肉丝。瘦肉顺着纹理切成细丝，逆纹切容易碎，顺纹切更耐炒。放入碗中，加1汤匙料酒，半汤匙生抽，半汤匙玉米淀粉，1小撮白胡椒粉，抓拌均匀，再淋半汤匙食用油锁住水分，腌制10分钟。第二步，准备胡萝卜丝。胡萝卜用刷子刷洗干净，不去皮或只刮薄皮，先斜切成薄片，再将薄片叠起来切成细丝，切得越细越好。刀工好的话，牙签粗细是最佳尺寸，切得太粗，炒不均匀，中心部分难熟。第三步，滑炒肉丝。热锅倒入1汤匙油，大火烧至6成热，油面微微冒烟，倒入腌好的肉丝，快速滑散翻炒，直到肉丝变色，约1至1.5分钟，立即盛出备用。注意不要炒太久，否则肉会变老变柴。第四步，炒胡萝卜丝。锅里再加1汤匙油，用滑肉丝剩下的底油也可以。有肉香，放入蒜片爆香，倒入胡萝卜丝，大火快速翻炒，大约2分钟。观察胡萝卜丝变软，颜色变深且稍微出油，胡萝卜中的油脂受热后渗出，说明胡萝卜素已经在释放了。此时可以用锅铲稍微按压一下萝卜丝，帮助细胞壁破裂。第五步，合炒调味。把之前盛出的肉丝倒回锅中，和胡萝卜丝一起翻炒均匀，加1汤匙生抽，半汤匙老抽，上色用，不加也行。撒适量盐调味，大火翻炒约30秒，让所有味道融合，不要加水。加水会变成煮的状态，味道变淡，营养也会流失到汤汁里。第六步，出锅，关火，装盘。胡萝卜丝亮橙色，肉丝酱红色，蒜香四溢，配1碗白米饭，完美变体推荐。假如你想更加低脂，可以用鸡胸肉替换猪肉，但注意鸡胸肉更易柴，腌制时必须加淀粉和油。如果家里有小孩不吃肉，可以换成鸡蛋，先摊鸡蛋碎，再炒胡萝卜丝，最后混合，同样好吃。如果想让口味更丰富，出锅前可以撒一点熟白芝麻，或者淋几滴香油。这道食谱适合的人群非常广，肠胃虚弱的老人，挑食不爱吃菜的小孩，早上赶时间想吃口暖胃早餐的上班族，病后恢复期的患者。为什么选小米？小米是传统饮食中公认的养胃食材，它的碱性、温和的淀粉结构和丰富的 B 族维生素，能很好的中和胡萝卜的甜味和微粗的纤维感，两者搭配起来口感顺滑，消化负担极低。食材准备：胡萝卜半根，约100克；小米100克，约半碗；清水约1000至1200毫升；香油几滴；出锅前放盐1小撮，约1克；可选枸杞10至15粒；可选增色又增营养。营养学原理：小米中的淀粉在水煮过程中充分糊化，形成粘稠的胶体结构，有助于包裹胡萝卜小丁中的胡萝卜素，减缓其从肠道排出的速度。出锅前滴入的几滴香油提供了必需的脂肪载体，虽然不是大量用油，但几滴香油足以让粥里的胡萝卜素实现初步的脂溶性吸收。枸杞增加了额外的胡萝卜素和玉米黄素来源。详细步骤：第一步，小米淘洗。小米反复用流水冲洗2至3次，洗去表面的灰尘和杂质，注意不要过度搓洗。小米表层的天然米油、糊粉层含有 B 族维生素和脂溶性营养物质，过度搓洗会流失掉。淘洗后用清水浸泡30分钟，这一步能让小米煮出来更软糯。如果赶时间也可以不泡。第二步，胡萝卜处理。胡萝卜用刷子刷洗干净，不要去皮。嫩胡萝卜建议连皮吃，用擦丝器擦成细丝，或者切成很小很小的丁。
约3至5毫米见方，切得越小，煮得越透，肠胃越容易消化吸收。第3步，煮粥。汤锅加水烧开，用开水煮粥比冷水下锅更省时间，而且可以减少粘锅。倒入浸泡好的小米，水再次沸腾后，转小火慢熬。前面约10分钟可以不用盖盖子，防止溢锅。用勺子不时搅动，防止糊底。第4步，加入胡萝卜。小米煮了大约15至20分钟，半熟状态，米粒稍微膨胀但还没有完全开花时，加入胡萝卜丝或胡萝卜丁，继续小火慢煮。此时建议盖上锅盖，留一条小缝透气，再煮15至20分钟，直到小米完全软烂开花，胡萝卜丁一碾就碎的软糯程度。第5步，调味收锅。关火前加入1小撮盐，可以不加，看个人口味。盐能带出胡萝卜的甜味，滴入几滴香油，这就是前面说的打开营养大门的那把钥匙。如果你喜欢，还可以撒上几粒提前泡开的枸杞增色。枸杞不要煮太久，关火前1分钟放入即可。第6步，成品特征，盛出一碗。小米粥呈现天然的浅黄色，胡萝卜丁散布其间呈橙色亮点，表面有薄薄的一层米油。吃的时候，胡萝卜已经完全软烂，不需要咀嚼，入口即化。小米粥顺滑温和，如果你是早上喝，可以搭配一个水煮蛋，就是一份完美的营养早餐。优质碳水：小米、胡萝卜素、胡萝卜、优质蛋白、鸡蛋，所有基础营养维度都会覆盖到遍体推荐。胡萝卜南瓜小米粥，将等量南瓜替换1半胡萝卜，南瓜的口感更甜，胡萝卜素含量同样很高。2种食材叠加后色泽更金黄，口感更绵密。胡萝卜鸡肉小米粥，锅里的粥快煮好前5分钟，加入提前剁好的鸡胸肉末或撕成丝的熟鸡胸肉，再搅匀煮透，做成肉粥版本，蛋白质更充足，电饭煲版。所有材料放入电饭煲，按煮粥模式，傻瓜操作，早晨起来就能喝。看完了上面所有内容，相信你已经掌握了胡萝卜从选材到烹饪再到搭配的全部技巧。但你有没有发现，我一直在有意识地引导你思考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一根胡萝卜，归根结底是为了什么？答案是，胡萝卜服务于我们眼睛、皮肤、肠道、肝脏和心血管这些器官系统的正常运行。但反过来，要想这些器官真正跑到最好，光靠吃对胡萝卜是远远不够的。以下几条日常保养思路，建议和胡萝卜吃法一起收藏。胡萝卜虽好，但每天只盯着这一种蔬菜，营养摄入必然会失衡。植物化学物领域有一个很有名的概念叫植物多样性，不同颜色的蔬菜水果含有不同种类的抗氧化物质、维生素和矿物质。深绿色菠菜、西兰花、羽衣甘蓝富含叶酸、叶黄素、维生素 K、铁。红色番茄、红椒、西瓜富含番茄红素，对前列腺健康有潜在保护作用。紫黑色紫甘蓝、黑莓、茄子富含花青素，抗氧化能力在植物化合物中属于第1梯队。白色白萝卜、大蒜、洋葱含硫化物和大蒜素，对免疫系统有调节作用。理想的饮食结构是每天尽可能多吃几种不同颜色的蔬菜和水果。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每人每天摄入蔬菜300至500克，其中深色蔬菜过半，水果200至350克。胡萝卜可以是深色蔬菜的代表，但不是唯一。很多人一边吃着护眼明目营养品，一边每天盯着手机屏幕超过10个小时。这种行为就像一边给漏水的桶反复加水，一边用更大的钉子继续戳破它。现代人用眼疲劳的根本原因是睫状肌长时间高度紧张。我们的眼睛在看近处物体时，睫状肌需要收缩以改变晶状体的曲率，时间长了就会痉挛性疲劳，导致视物模糊、眼干、眼胀，甚至头痛。有效的缓解方法：20-20-20法则，每用眼20分钟，向20英尺约6米远的地方眺望20秒。这是目前眼科界公认的缓解视疲劳成本最低的方法。增加眨眼频率。专注看屏幕时，人的眨眼频率
会从正常的每分钟15至20次下降到5至7次，导致角膜干燥。作为提醒，可以在电脑屏幕上贴一张写着眨眼的小纸条。人工泪液，如果眼睛确实干涩难忍，可以适当用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补充水分，比滴眼药水更安全。胡萝卜中的维生素 A 能让你的视紫红质合成更高效，暗适应能力更好，但它无法抵消长时间盯屏幕导致的肌肉疲劳。护眼是营养和习惯的共同任务。肝脏是人体的生化工厂和垃圾处理站，它负责糖分代谢、脂肪代谢、蛋白质合成、胆汁分泌、毒素处理，几乎每一项生理功能都需要肝脏的参与。而熬夜直接打断了肝脏的正常代谢节奏。传统中医讲的肝藏血、主疏泄，在现代医学中也能找到对应。夜间11点到凌晨3点，交感神经活动降低，副交感神经占优势，肝脏的血流量会增加约40%。这个时段是肝脏细胞进行自我修复和再生的黄金时间。如果此时你还在熬夜、刷手机、加班、打游戏，肝脏的血流量无法充分增加，修复效果大打折扣，肝细胞长期累积氧化损伤。我的建议很简单且可行，尽量在晚上11点前上床，睡前1小时停止使用电子设备。蓝光抑制褪黑素分泌，影响入睡质量。如果工作确实需要熬夜，那就在第二天通过午休、早睡来弥补。不要在熬夜当晚继续加餐吃夜宵，晚上吃东西会额外增加肝脏和胰腺的工作负担。营养物质的吸收、运输和利用有赖于身体良好的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而促进血液循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规律的有氧运动。当你跑步、快走、骑行时，心率和呼吸加快，血流量增加，血管内皮功能改善。这些变化意味着胡萝卜素从肠道被吸收后，能更快速地被运送到肝脏、眼睛、皮肤等靶组织，意味着你的肌肉细胞对葡萄糖的利用率提高，有助于血糖稳定，意味着淋巴系统更活跃，帮助清除代谢废物。实践建议：每周坚持3至5次，每次30分钟左右，强度不需要很大，能一边运动一边正常说话的强度，相当于心率在220减年龄乘以60%至70%的范围内，就足够产生效果。形式选你喜欢的，快走、慢跑、游泳、跳操、骑行、羽毛球都行。关键不是哪种运动最好，而是哪种你能坚持。这一点往往是被忽略最深、影响面最广的。长期焦虑、紧张、抑郁，这些负面情绪会通过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影响整个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具体表现包括胃肠道蠕动异常，有人焦虑时腹泻，有人便秘，肝脏解毒酶的活性被改变，食欲紊乱，睡眠质量下降。简单实用的情绪调节方法：正念呼吸，感到紧张时，用5分钟做一次缓慢深长的腹式呼吸，吸气4秒，屏息2秒，呼气6秒，这能激活副交感神经系统，降低焦虑水平。社交连接，每周至少1次和家人朋友的深入聊天，不是为了谈正事，而是纯粹的交流感受。社会支持系统是抵抗压力最有效的缓冲垫之一。培养一个小爱好，养花、听音乐、写日记、做手工，这些非工作性质的活动能给大脑提供一个从任务模式切换到恢复模式的窗口。前面讲的是适合绝大多数成年人的通用建议，但不同年龄、不同身体状况的人群，在食用胡萝卜时还有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以下按人群分类进行详细梳理。胡萝卜是很多宝宝辅食中的常见食材，但有几个关键点。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吃？宝宝满6个月可以吃泥糊状辅食时，蒸熟的胡萝卜泥便可以引入，必须充分加热软化。生的胡萝卜质地很硬，宝宝容易呛到，且生的胡萝卜素吸收率极低，必须彻底蒸熟或煮熟，再打成泥，压成泥，或用研磨碗碾碎，搭配脂肪。